这只狗狗怀胎10月，居然生了8只小猪，颜色各异，都很健壮，小孩都看懵了，连大人也惊呆了。狗是正经狗，猪也是正经猪，但现在狗狗正在给小猪喂奶，这是什么组合？狗狗会贴心的给小猪梳理毛发，舔得油光锃亮，而且非常护犊子。如果主人当它面拿走小猪，它还会变得焦躁不安，不管在哪里，只要听到小猪的叫声，就会立马跑过来。每天还会带着小猪遛弯，没走几步就会回头看看有没有掉队的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原来母猪生下孩子后就死了，主人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这时自己家的狗狗走了过来，这些小猪激发了它的母性意识，自愿给小猪喂奶。主人说，前几天狗狗的孩子断奶后都送人了，狗狗可能过于思念，母爱泛滥，于是就把刚出生的小猪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虽然小猪还小，但已经有了牙齿，它们吃奶时会让狗狗非常痛苦，每次被咬到，狗狗都会疼到发抖，但它并没有放弃，忍着疼痛继续喂奶。专家说，看起来给小猪喂奶并不是出于它的本能，狗狗是有意识这样做的，它觉得自己有义务照顾小猪，为了让狗狗保证营养，主人会每天给它加餐，希望它们都能健康成长吧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2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只狗每天坐公交车去找女朋友，只见它熟练的上车，和司机打过招呼后，疯狂的摇着尾巴来到后排，大家都认识它，很多人坐车就为了看它一眼，找了个靠窗的空位坐下。如果有老年人上车，它还会主动让座，看着窗外的风景，突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。有好几个地方我还没尿过呢。它知道什么时候下车，快到站点了，它会提前来到司机旁边，摇摇尾巴，再叫2声，示意下车。下车后来到一家餐厅，一进门就开始撒娇，原来这是它的家。主人说，有一次它2天都没回家，于是就去外面找了好久都没找到。没想到的是，刚走到公交站台，却看到它从公交车上跑了下来，也不知道它跟谁学的。主人说这样也挺好，自己遛自己，很省心。狗狗吃饱喝足呢，就躺在炉子旁睡觉，一觉醒来就想要出去玩。主人刚放开它，立马跑到路边等公交车。节目组决定跟着它，想看看它每天跑出去到底在做什么。只见它下车后穿过一片树林，来到一个小亭子，一只卷毛狗高兴地迎了上来。原来这就是它每天约会的女朋友，没想到女朋友还是混血的，体格比它大了1圈，但这不重要，小别胜新婚。2只狗紧紧地抱在了一起。不过要说聪明，还是得看下面这只狗狗。这只狗每天自己赚钱买罐头，只见它叼着1000块钱来到一家商店，熟练地把钱吐在地上，买了1盒罐头，几口就干了下去。店主说他每天都会来5次，每次都会叼来钱。狗狗很聪明，知道罐头的价格，大额钞票还会让店主找钱，根本坑不了它。它每天不是买罐头，就是在买罐头的路上，凭一己之力拉动了当地罐头销量。它整天在街上溜达，一心想办法搞钱，只要看到有人手上拿着钱，它就会冲上去，不停地用爪子挠，失败了也不用慌，接着使用第2招，装可怜，眼含泪水，深情地看着路人。没想到这一招也没奏效，不过没关系，勇敢狗狗不怕困难，直接跳起来抢，钱还真被它抢到了。接着屁颠屁颠的又去买罐头了，但它也并不都是靠这种方式搞钱。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它，它偶尔会帮人看店，寸步不离，非常的上心。店主回来后就会奖励他1000块钱，用自己劳动换来的罐头，吃着格外的香。这已经是今天的第4盒罐头了。主人看不下去了，直接没收了罐头。主人说，刚开始他并不会这样做，有次带他去买罐头，他才意识到原来这张纸可以买到自己想吃的罐头。从那时起就开始向人撒娇要钱，口味也变得很挑剔，狗粮也不吃了，每天只想着吃罐头。但他体重明显超标了，为了狗狗的健康，医生建议以后尽量少吃罐头。街坊邻居们为了帮他减肥，决定以后不再卖给他罐头了。然而下面这只狗狗更神奇，这家炸鸡店的店长是一只母鸡，每当顾客上门，它就会点头欢迎，母鸡还会站在员工肩膀上陪同送餐，上餐前还要打个名。顾客表示看到它都不好意思吃炸鸡了，但不得不说他家炸鸡是真好吃。有多好吃呢？你看连这个母鸡都喜欢吃，而且母鸡最爱吃的还是鸡米花。老板说自从母鸡来到餐厅后，餐厅生意都变好了，很多人都专门来看它，都觉得他家的炸鸡是真材实料。母鸡也会服务客人，只要客人喊一句，它就会跑过来。第一次来的顾客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但母鸡很淡定，这些都是小场面。想当年我在油锅里洗澡的时候，算了，不提也罢。那这只鸡为啥没有被做成炸鸡呢？原来它是被前主人抛弃的流浪鸡，误打误撞自己就溜达进了炸鸡店，可能是这里面飘出来了熟悉的味道，也可能是门口鸡的图案吸引了它。老板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，把它当成了店里的吉祥物。母鸡深刻诠释了什么叫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它没事就站在老板肩膀上，老板还喜欢到处炫耀。来到了隔壁烤鸡店，隔壁老板表示非常羡慕，说这只鸡也太可爱了吧，看着就好吃。听到这话，吓得母鸡一哆嗦。同样神奇的还有下面3只狗狗，他家狗狗天生就是秃头，头上1根毛没有。2个月大的狗狗看着像个小老头，但狗妈妈毛发却是正常的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一窝4只狗，只有这3只公狗是秃头，另一只小母狗却很正常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？连医生都说自己20年来从未见过这种情况。看得出来，秃头对颜值影响真的很大。为了让它们长头发，主人给它们吃利于毛发生长的食物，还天天往脑门上涂抹生发液，但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没有毛发
发的保护，狗子皮肤非常容易干裂，经常被冻得瑟瑟发抖。医生认为，既然狗妈妈毛发正常，那可能是遗传了狗爸爸的秃头基因。那狗爸爸现在在哪？主人说附近经常有几只狗到处溜达，但不能确定谁是狗爸爸。工作人员询问了附近的村民，村民都说没有见过秃头的狗。我觉得这事还是要问狗妈妈，只有她才知道。医生对秃头三兄弟做了全面检查，说了一堆专业知识，最后推测问题可能出在狗妈妈身上，狗妈妈的一条 X 染色体异常导致的。这种遗传性的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，只能平时注意保养，夏天多涂点防晒霜，冬天呢多擦点香香。主人听了医生的建议，每天给秃头三兄弟护肤，小脑袋瓜涂得锃亮，还要把仅剩的毛发好好打理一下，最后戴上帽子就 OK 了。还好狗狗不会自卑，秃头会让它们变得独一无二，也不一定是坏事。然而最奇葩的还要数下面这只猴子。小猴子把5个月大的山羊当妈妈，每天骑着小羊到处溜达，猴子就像粘在小羊身上一样，谁都无法将它们分开，甚至连吃饭睡觉都要骑着小羊。慢慢的连猴子都爱上了吃草，它们直接成了动物园里的网红，吸引粉丝无数，还会定期进行走秀表演。饲养员说他们是去年认识的。小猴子由于受到了猴群排挤，被送到了羊圈里，但此时小羊也受到了羊群的排挤，两只可怜的动物就这样走到了一起，相互取暖。等小羊在受到攻击时，小猴子还会挺身而出。慢慢的他们的友谊越来越深厚，有时饲养员需要带他们分别去体检，只能在他们睡着时偷偷带走。小猴子一觉醒来，发现小羊不见了，急得到处乱叫，隔着窗户密切关注着外面的情况，看到小羊完整的回来，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他们之间闯进来一个第三者，黑猩猩。猩猩会给小羊带吃的，来到窝里就开始脱衣服，观察片刻后，发现猩猩并没有敌意，猴子和小羊很快接受了它，组成了公园铁三角。到了他们生日，饲养员还会准备水果蛋糕，他俩没有忘记新朋友，给黑猩猩带来了一些水果。猩猩很感动，唱起了星星点灯。看来跨物种也是有真感情的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匹马会用嘴开锁，打开门就去找女朋友约会。只见他对着门锁舔了几下，用鼻子向上轻轻一拱，锁就被打开了，熟练的拨开门栓，潇洒的走了出去。旁边的马都看呆了，兄弟你是人是马？他自顾自的来到仓库吃独食，但很快就被主人发现了，再次关了回去。主人起初以为门坏了，检查后发现一切正常。为了防止他再次越狱，主人在门上加了2把锁，最终呢还是被他打开了。主人下了血本，换上了一把新锁，还给他做了丰盛的营养餐，就想让他好好待在马圈里。等主人走后，马儿又开始研究起了新锁，看着确实高级了不少。让我想一想啊，研究了半天，还真把他难住了，气得他躺在地上打滚。一番发泄之后，很快冷静下来，决定再次尝试，又是拱又是舔，很快就拨开了卡扣，大门又被打开了。他炫耀似的叫了起来，想关我是不可能的。主人想不明白，马圈里有吃有喝，他为啥每天执着于开锁呢？主人决定跟踪他，想看看他每天跑出去到底在做什么。只见他一路小跑，来到了另一座马场，一匹母马早已等候多时。原来这就是他每天约会的女朋友，两只马开心的一起吃草，他还会把嫩草留给女朋友吃，着实给主人撒了一波马粮。主人说他们之前就是一对儿，后来由于马场扩建分开了。没想到马儿对待感情这么专一，主人感动坏了，决定成全他们，让他俩待在了一起。然而下面这匹马看不下去了，他也要来撒一波马粮。这匹马的女朋友是一只黑山羊，他们在一起3年了，彼此真心相爱，这让其他马儿都羡慕不已。看着高大威猛的男友，小羊眼神里满是崇拜，马儿对小羊也是宠爱有加。吃饭会把自己最爱的胡萝卜留给小羊吃，如果有陌生人靠近，马儿会把小羊护在身后，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它。他们每天形影不离，马儿去哪里，羊就跟到哪里。如果没有小羊的陪伴，马儿训练时就会发脾气，一点都不配合。主人只能把小羊带到马儿身边，听到小羊的叫声，马儿瞬间安静下来，开心的配合训练。马儿在下面游泳，小羊就在上面紧紧跟着，还一直咩咩的叫着加油。由于女友的支持，马儿在比赛中超常发挥，轻轻松松就跑了第1名。他们相识于3年前的一天，只因为在羊群中多看了小羊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她的容颜，从此就开始孤单思念。主人没办法，就把小羊送到了他的身边，日久生情，小羊也爱上了这个高富帅。和大多数小情侣一样，他们也是会吵架的。小羊只是偷偷溜出去吃了几口草，马儿就生气了，双方谁都不理谁。马儿面壁思过后，觉得自己管得太严了，主动低头认错，他们很快就和好如初。为了维持夫妻感情，他俩还准备明年要个孩子。跨物种的爱恋不仅仅是他们，下面这对也不一般。这只兔子爱上了一只狗，见面之前先要刷刷牙，捋顺胡子，梳妆完毕，开开心心去见自己的女神。一见面就要先来个深吻，看狗狗有点敷衍，兔子还会继续上前索吻，紧紧的依偎在狗子身边，狗狗走到哪它就会跟到哪。兔子请狗狗吃绿色大餐，狗狗想了想，觉得拒绝不太好，翻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自己喜欢吃的草，只能敷衍的吃了几口。他们从天亮一直玩到天黑，即使下雨也不能阻挡他们约会。
会，连睡觉都要在一起。兔子伸了个懒腰，就钻进了狗狗的被窝。狗窝比较小，为了不占用空间，等狗狗睡着后，兔子会主动来到外面睡觉。主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说狗看到兔子一般都会咬，但他俩却相爱了。这种情况真的没见过。这天邻居家的狗狗路过这里，狗狗目不转睛地盯着看，兔子吃醋了，不停地打滚想要吸引注意力，但狗狗完全没在意，直接跑过去和狗子们玩了起来。兔子伤透了心，背过身去不忍直视。为什么好好的狗子说变心就变心？等狗狗们散去后，他突然想起了兔子，哎，老公跑哪去了？狗狗心急如焚，循着气味四处寻找，找了半天，终于在一个犄角旮旯里发现了兔子。狗子主动认错，轻轻抚摸了一下兔子，他们再次和好，又开心的玩耍在了一起。为了维持夫妻感情，他俩呢也准备明年要个孩子。大妈给公鸡穿上尿不湿，整天背在身上，把公鸡当成了儿子，走到哪儿背到哪儿。早上起来就给鸡洗牛奶浴，还亲手给它织了很多衣服。一起坐公交车去上班，公鸡很听话，公交车上从不乱叫。下车后来到大妈的美发店，大妈给顾客剪头发也要背着鸡，把它放在别人背上就会拼命挣扎。对于他来说，大妈的背就是最舒服的地方。有些客人还点名要剪个鸡冠头，如果感觉大妈剪得好看，公鸡还会叫2声。突然它反常的叫了3声，这明显就是拉屎了。大妈赶紧把鸡放了下来，才发现公鸡竟然穿着婴儿尿不湿。大妈说这样是为了防止它把屎拉在自己身上。这时才看到，原来这只公鸡天生残疾，无法走路和站立。大妈说去过很多医院都没有治好，就这样照顾了1年。这时大妈也说出了一直这样做的原因，原来她之前有个宠物狗，因为车祸上身，大妈伤心欲绝，认为自己没有照看好狗狗。为了安慰妻子，丈夫给她带来了几只小鸡，其中有一只天生残疾，这引起了大妈的怜悯之心，想要好好照顾它，来弥补自己对于狗狗的愧疚。但一直背着鸡也不太合适啊。节目组带公鸡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，医生表示由于是先天性畸形，很难治愈，但医生也给了另一种治疗方案，给它使用辅助设备来代替双腿，让它可以自行移动，这样就可以自由觅食了。和这只公鸡一样，下面这只燕子也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。上百架摄像机对准了屋檐下的鸟巢，只见鸟巢里突然钻出来一只白色的燕子，它通体雪白，身上没有一根杂色羽毛，连眼睫毛都是白色的。这位80岁的大爷都说从没见过白色的燕子。来自韩国各地的鸟类爱好者用摄像机记录着燕子的一举一动。其实人们对于燕子的狂热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，据说白色燕子100年不遇，看到就代表着好运到，很多人都想拍下这个好运。看到这个视频的你也会很幸运。这只燕子是1个月前被餐厅老板发现的，刚开始以为是鸽子来串门，仔细一看才发现是燕子。虽然它是白色的，但大小和习性与其他燕子没有任何区别，它们之间相处融洽，并没有受到歧视。餐厅老板还说，自从燕子来到他家，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好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一边吃饭一边欣赏白色燕子，顺便呢也沾沾好运。餐厅也因此成了网红打卡地。经过鸟类学家详细观察，这只燕子是普通的家燕，白色羽毛属于基因突变的结果，几率呢只有1/1000，实属罕见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燕子的翅膀慢慢变硬，开始练习飞行。它拍打了几下翅膀，鼓足勇气，成功飞向了天空。然而有着奇特毛发的还有下面这只小牛。小牛天生没有一根毛，全身光滑，好像裸奔一样，身材瘦弱的连骨头都清晰可见，在牛群里显得格格不入。同是一个母牛生的，其他小牛犊都毛发旺盛，唯独只有它一点毛没有。主人很迷惑，说自己养了30年牛，从未见过这种情况。由于天生缺陷，小牛经常受到排挤，很多牛会无缘无故的欺负它，即使小牛静静的待在角落，还是会有其他牛来找麻烦，吓得它到处乱跑，看着非常可怜。牛妈妈看到这种情况，总会把它叫过来护在身后，并教训这些欺负自己孩子的牛。主人呢也看在眼里，把小牛和妈妈单独关在了一个牛圈里，这样就没人可以欺负小牛了。但最严重的问题是，没有毛发的保护，小牛很容易受到害虫的叮咬，吸得满腿大包，有时候还会鲜血直流。主人也是心疼不已，给它涂抹药水。每到晚上，对于小牛来说是最难熬的，主人还要给它穿上防蚊虫的衣服。专家检查过后说，这属于先天性无毛症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，可能是母牛生产时感染导致的，是没办法治愈的。幸运的是，小牛身体没有大碍，专家建议保持牛圈清洁，经常给小牛洗澡，这样可以降低蚊虫对它的伤害。主人最后表示，会把它当成家人一样好好照顾。